你好，欢迎乘机。你好，先生，欢迎乘机，欢迎乘机。你好，欢迎乘机。在瑞典待了10年，治疗胃癌的特效药终于研发成功了。儿媳妇3个月前确诊了胃癌，只要用上了特效药，她就有救了。喂，儿子，爸已经坐上飞机了。爸，您可是今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，为什么非要赶这趟飞机？我还是给您订个专线吧。没事，少明，这可是救人的药剂，不能耽误啊！就这趟飞机吧。爸，您可真是太低调了，获得了诺奖不做任何宣传，就连回国救人也是如此低调。没关系，上次公司体检，你的未婚妻李晴晴不是确诊胃癌了吗？不能耽误啊。爸，晴晴确诊胃癌后，我怕她担心，就没有告诉她。对，不能影响她的生活和工作。爸，晴晴是空姐，跟您一趟航班，她带着我专门给您定制的分析仪，耗时多年，斥资过亿，您不是想要好多年了？正好，我让她带给你。好。爸，我想等晴晴病好了，我们就结婚。哦，好啊，好。爸也想早点见到未来的儿媳妇。那爸先挂了，再见。晴晴，我爸回国了，跟你一趟航班。真的吗，少明？照顾叔叔的事就放心交给我吧。让你亲自迎接获诺奖的父亲，这是让你在公公面前好好表现啊。晴晴，你马上就要成为航空总裁夫人，进入上流社会了。哎呀，别闹！我和少明才订婚2个月，还没有见过裴景行，只有他同意了，他才愿意娶我。那你可得好好抓住这个机会啊！那当然。你看，这是少明专门给裴景行定制的一切，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啊！裴景行想要很多年了，只要他肯收下这个，肯定会喜欢我这个儿媳妇的。哎呀，你要是嫁给少明，就再也不用坐空姐了。那可是，我就不用坐在这个破位置，服务那群穷鬼。晴姐，你要是嫁入豪门了，千万别忘了姐妹我呀。放心，保证给你物色几个富二代。哎，姑娘，女士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那个，帮我拿个毛毯吧。除了毛毯，还需要其他的吗？你偷拍我！你个老男人，你居然敢偷拍我！你说什么呢，小姑娘？我只是去上个厕所，手机不小心掉了。那闪光灯怎么亮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可能是误碰到闪光灯了，我并没有偷拍你啊。怎么可能这么巧？手机掉在地上，正好闪光灯就亮了。你这种人，一看见空姐就走不动道，被发现了，话术都一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小姑娘，我可以让你看我的相册。切，看什么看？里面肯定都是偷拍的照片。就是，我当空姐这么多年，像你这种猥琐的老男人我见多了，就专挑漂亮的空姐下手。我看你就是看晴晴长得漂亮，才故意这样骚扰她的。你快给晴晴道歉！你们2个小姑娘怎么能不讲证据，就平白无故的污蔑人呢？这种事还是要讲证据吧，不然以后谁都能随便造谣了。对，大叔刚刚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手机都没打开，怎么可能偷拍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晴晴才是被偷拍的受害者，她怎么会说错呢？这是我的相册，你可以查看，到底有没有偷拍的照片。查什么？你肯定在刚才拿手机的时候就已经删了吧？你
真是不可理喻。要是不相信，我们可以去找空警。哟，你又在这演什么戏呢？你听我解释。你放开我！哎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色鬼！你偷拍不成，还想趁机碰秦姐？哎呀！分析仪碎了，分析仪碎了！啊！老东西，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毁掉了我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明明是你们推倒我的，不是我故意弄坏的。还在嘴呀！这可是给我公公的礼物，你可是耽误了我的好事。什么礼物？我的研究所经常修东西，可以维修。维修？就你？我马上就要见我公公了，这是给他的礼物，你怎么修？几分钟你能修好吗？那我给你赔偿。赔？就你这样的穷酸鬼，这是我未婚夫花了上千万才研发出来的，你怎么赔？拿你这条天命赔吗？你就是蛮不讲理，怎么会有人敢娶你这样的人？你个老东西，竟然骂秦妾！你要是害秦妾嫁入不了豪门，我还怎么认识公子哥？怎么发财？你非要坏我好事，那我就给你个教训。宁宁，去把他的东西拿过来。是。不要，不要！这是给我儿媳的治疗药物。你个不识好歹的老东西，给我拴了他！不能砸！哎，怎么还要摔人家东西啊？对啊，你们自己的东西不好好保管，怎么能怨得了别人？你们两个身为工作人员，却要故意毁坏乘客东西，我要投诉你们！你算什么狗东西，还敢投诉我们？哼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看秦妾有钱，想讹我们钱吧？原来是个想骗钱的，可是就你这个破箱子，能值几个钱？看见这个包了吗？这是我未婚夫专门为我定制的，能买10几个你的箱子呢。这箱子里面装的可是救命的特效药，你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？秦妾可是准备嫁入豪门的人，就你们这种穷鬼，能值几个钱？秦妾随便一个包都能抵你好几条命。你们讲话也太难听了吧？就是有钱了不起啊，我们都在这看着呢。就是你摔的人家东西。对，我要把你们拍下来，放到网上，曝光你们。对，大家拿手机一起拍，这种人就应该赶出航空公司。对，我们绝不能姑息这种仗势欺人的行为。你们，我一会再收拾你。把手机都给我关了！要是航班里都是你这种人，大家以后都不敢坐飞机了。你们知道你们坐的是谁的航班吗？当然知道，国际第一航空公司裴氏的飞机。你们只是一个小小空乘，怎么还敢威胁我们？站在我身边的空姐李琴琴，可是已经和航空总裁裴少明定下了婚约，以后就是国际第一航空公司的总裁夫人。什么？你就是少明的未婚妻李琴琴？没错。少明的未婚妻竟然是这样仗势欺人的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你进裴家的门。我将来可是要嫁给航空总裁的，我公公可是今年获得诺贝尔医药奖裴景行。你们都怕了吧？还不赶紧把你们的手机都收回去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裴氏集团的实力，而我们家琴琴就是未来的总裁夫人。你们这么仗势欺人，不怕裴少明知道吗？你这种穷酸鬼，就算被打死，少明也不会知道，更不会在乎。琴琴可是裴少明的未婚妻，背后可是整个国际第一航空集，有钱又有势，
弄死你，就像弄死蚂蚁一样简单。现在知道怕了吧？你这种嚣张跋扈的女人，休想进裴家的门！老家伙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等下了飞机，我就把你扭送到机场安保部门，让你身败名裂！哼，李琴琴，一会儿下个飞机，裴少明就会来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，他会惩治谁。嘴硬的老家伙，宁宁，抓住他！哎，你老家伙，让你胡说，让你胡说！裴少明知道了，绝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个老东西，敢害琴琴嫁不进豪门，还敢骂我们！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！住手！住手！航空公司的前副总，这个人有点眼熟啊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头等舱都能听见你们这里的动静。钱副总，这个老男人居然敢偷拍我，还弄坏了我的东西。我和宁宁正在教训他呢。您不是总裁未婚妻李小姐，你没受伤吗？我倒是没受伤，但是他还把少明送给我公公的分析仪弄坏了。你这是颠倒黑白，捏造事实！你，活腻歪了！敢这么说总裁夫人，还敢偷拍？互相勾结，裴少明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呀，我这……你在这儿扰乱治安，偷拍李小姐，辱骂机组人员，像你这种猥琐的老东西就应该被砸死！原来我儿子的公司上上下下都是这种人，这么恶劣的事情，绝不容忍！我现在就上报。呼叫塔台，呼叫塔台。收到，是否出行引导情况？航班 A3145有乘客偷拍未来总裁夫人，并辱骂机组人员，严重影响航空安全，申请上报总裁。收到，上报给总裁秘书。裴总，您父亲乘坐的 A3145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发生了冲突，据说引起了骚乱，严重影响了航空安全。什么？我爸不会出事吧？走，赶快去机场。好。等少明查明真相，就会知道你们做的一切。你这个老不死的，还不肯认错？你不是想要这个？你快放下！这里面装的是能拯救万千人性命的特殊药。老家伙，你想要这个东西是吧？我偏不给你。哼，李琴琴，你这是自断生路！老家伙，我又没生病，你吓唬谁呢？你3个月前就确诊了胃癌，当时正是研发特效药的关键期。为了不让你担心，就没有告诉你。放屁！我老公那么爱我，我生病了，他只会陪着我共同面对，怎么可能骗我？琴琴，他这个好色猥琐的老男人，就是想把你公公的丰功伟绩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这分明是在抹黑裴先生。你敢抹黑我公公，我绝不能容忍！你最好立刻放下，这种特效药非常珍贵，我只带了1支药剂，砸了它可是要担责的。你就这么想救你的儿媳妇儿？这不仅能救1个人的性命，更能拯救千千万万的人。这支药就算是碎了，也是你自己的责任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。你也看到裴氏集团的影响力了吧？只要我们琴琴说一句，谁敢把这些话说出去？对，你们要是胆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裴氏集团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哼，老家伙，得罪了我，你就是在自找死路。你真是无法无天了。这支药剂是治疗胃癌的特效药。治疗胃癌的特效药不是获得了今年的诺奖吗？对，我就是诺奖的获得者，裴景行。我就是裴景行。
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裴景行先生是出了名的作风低调，今年诺贝尔医药奖颁奖典礼都是他主动取消的。行为那么高尚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你这种行为肮脏、思想龌龊的人？就是啊，你肯定是知道裴景行不肯公开露面，所以才假冒他来威胁我们吧？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骗我！啊！你不是很重视这个东西啊？我今天就要亲手毁了它！啊！我今天要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裴总，飞机已经降落，我们快到了。好，我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可搬救兵，太狂妄了！晴晴，你和爸爸现在安全吗？他还说没有人冲撞了机组人员。少明，我还没找到叔叔呢。刚才降落的时候，有个人偷拍我，才耽误了。那个人还把分析仪撞碎了。什么？居然弄坏了我给爸爸的分析仪？飞机已经落地，晴晴你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总裁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如果少米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所有的美梦都将破碎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，这不光是你的救命药，也是造福万千人的药。你如果毁掉，代价你承受不起。你现在还在演戏啊？我真是感动啊！啊！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吗？这是关乎无数人的生命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你这是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活路。老东西，我们秦秦可是未来的总裁夫人，就算有病，总裁有的是钱，照样可以把病治好。别拿你那群不值钱的贱命跟秦秦相提并论。你们如此执迷不悟，所有的后果你们咎由自取。你真是个疯子！你们给我动手教训教训他！气死你色狼！我都打累了，怎么还死不承认？总裁马上就来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肯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给我道歉，我就可以大发慈悲的原谅你。李小姐都给你机会了，还不赶紧道歉？你做梦！少明来了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就剩一口气了，还这么倔强？留点力气，还是到黄泉路上去说吧。给我往死里打！是。气死你！让你不承认，不让你不承认。让你得罪李小姐，等总裁来了，你就在劫难逃了。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怎么搞出来这么大动静？少明，这个老男人偷拍我，还摔碎了你给公公准备的礼物。裴总，我们秦秦宽宏大量，只要他认错道歉，我们就会原谅他的。可是他不知好歹，死不承认。我们就是想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。是啊，裴总，李小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也只不过是要求道个歉。像这种猥琐的老男人，就应该被好好教训一顿，免得以后再犯。少明，你放心，这种老色鬼一会儿就送到机场安保部门，不用你费心。
算了，先把人送到医院，其他的之后再算账。我爸呢？我联系不上他。你们在飞机上没有找到他吗？我还没有看见叔叔呢。不可能，他登机前给我打了电话，他明明就在这趟飞机上。那叔叔是不是在头等舱啊？裴先生可是医学界的泰斗，即使没有坐专线，也应该在最好的位置。那代表了公司对他的尊敬。我们走，去头等舱。少明，少明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听见爸爸在喊我。没有人叫你啊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裴先生多年没有回国，总裁这是思父心切。那我们赶紧去找叔叔吧。晴晴，你怎么了？我胃疼。张密，快点救护车！是。晴晴，你经常胃疼，这次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晴晴的胃癌越来越严重了，不能再拖了。爸，你到底在哪儿呀？裴总，机场的救护车就在飞机下面了。晴晴，我们走，马上去医院。他怎么样了？已经昏过去了。快把他送去急救室。来，李小姐，等会儿输完液就去做个检查。谢谢江院长。晴晴，你放心吧，江院长在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晴晴，那你做完检查就先回家，我先去公司了。好。李青青的胃癌的事情还不告诉他吗？李青青的症状一天比一天严重，我们还不告诉他吗？先不要告诉他，特效药还没有到。晴晴知道自己生病了，又没有解决办法，只会更加焦虑。那裴青青先生不是今天带特效药回国吗？但是我还在联系他。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。等我爸回来，你把检查报告给我爸看。好，现在裴先生是唯一能救治李小姐的人了。晴晴就先拜托给您了。放心，等裴先生回来之前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江院长，李小姐的检查报告出来了。总裁，你看，李小姐的胃癌已经到晚期了。晴晴的病恶化的这么快，得赶紧联系裴先生啊！我再给爸爸打个电话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已经昏迷3个小时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裴氏机场的急救室。哇，多谢你。爸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机场急救室。你怎么在那里？我被人打到重伤，醒来就在这儿了。啊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包扎，我现在还在急救室。爸，你要配合医生好好治疗，在那里安心躺着，我马上过去，调查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让伤害你的人付出100倍的代价。晴晴，你没事吧？晴晴，好疼！怎么了？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？尚明他在哪？
裴总，秦琪现在腹痛难忍，都已经哭了，要不你还是去看看她吧。你先去照顾她，我交代点事情就过去。好。江院长，我要去安抚秦琪，你先带着检查报告去找我爸。现在只有我爸能救她了。好，我明白。少明呢？他怎么没跟进来？裴总现在有事情要忙，他马上就过来了。要不你先吃点止痛药？我都吃了3个月止疼药了，一点好转都没有。秦琪，你不要担心，只是普通的胃病，好好吃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只要喝下爸爸带回来的特效药，秦琪就没事了。我听你的，少明，我会乖乖吃药，早点恢复健康。裴先生，裴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患者身上多处淤青，头部好像遭受严重撞击，还脱落了2颗牙齿。我建议赶快送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，如果伤到身体内部，恐怕会危及生命啊！裴先生，您伤得这么严重，我先送您去医院吧。去医院，等会儿再说。我儿子说要过来，他人呢？我儿子说要过来，怎么他没来？你来了？裴总的未婚妻李晴晴身体不适，正在医院，裴总现在赶不过来呀。我身受重伤，他不管不问，却在医院去陪那个女人。裴先生，李小姐的胃癌非常严重，裴总一时赶不过来，也情有可原呐。这是裴总让我带给您的，这是你儿媳妇的确诊报告，这是这3个月以来的检查报告。拿走，我不看。哎，裴先生，你怎么把检查报告都扔了呀？李小姐的生命现在危在旦夕，3个月内体重下降了20斤，腹部有明显的硬块，这是胃癌晚期的典型症状啊！哼，少明替他隐瞒病情，是希望他不要担心加重病情，而他呢，我爱惜自己的身体，难怪病情会发展得如此迅速。裴先生，李小姐已经病入膏肓，哎，您这次回来不是带了特效药吗？裴总非常关注李小姐的病情，特意让我过来取特效药。现在您是唯一能救她的人了呀！救她？呵呵，我原本是能救她的，可惜呀，特效药已经被他给摔碎了。什么？在回国的飞机上，他污蔑我偷拍，逼我道歉，我不肯，他就将我打得昏迷，甚至亲手毁掉了能救他性命的特效药。裴总的未婚妻竟然是如此歹毒的人呐！未婚妻，我不会让这种虚伪的女人进裴家的门。裴总，您放心，他光天化日之下将您打成重伤，还毁掉了这么重要的药品，我一定会把所有情况如实上报给裴总，让裴总知道他的真面目。婷姐，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你确定不多留在医院一会儿？没事，宁宁。少明说我只是简单胃痛，已经吃了止痛药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晴晴，你是个坚强的女孩，我爸认识你了，一定会喜欢你。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他在机场，我们一起去接他吧。等他看到爸爸被打的样子，肯定会心疼爸爸吧。那我们赶紧去吧，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见叔叔了。裴总，副总来了。裴总，我有紧急事务要向您汇报。我现在要去接我爸，可是董事会那边都等着您回复呢。少明，公司的事要紧，我去接叔叔就行。裴总，您放心吧，我到时候陪着晴晴一块儿去。那行，晴晴，我让张明给你备车，我爸就拜托你了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咱们走吧。没想到李晶晶竟然毁掉了自己的救命药，这简直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呀！这一
切都是他自作自受。到了，秦切。哎，那里面有2个人，这裴景行到底是谁啊？他们俩看着也不像啊。秦切，那个不是焦院长吗？哎，飞机上那个老色鬼也在，他怎么和这个老色鬼在一起？我要去看看这个老色鬼还想做什么。江院长，你怎么和这个老色鬼在一起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基本的修养都没有。就你这种老色鬼，我没把你打进医院，都算我仁慈。你怎么敢对裴先生出言不逊？心肠真是歹毒！打伤裴先生不说，竟然现在还对他恶语相向，真是蛇蝎不入。江院长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怎么能向着他说话？他可是飞机上偷拍我的流氓！你还在污蔑裴先生？你知不知道，裴先生是裴总的父亲，是你的公公啊！他怎么可能是我公公？少明告诉我说，裴景行才刚下飞机，而他是和我们同时下的飞机，他根本就不可能是裴景行。秦切，你可太聪明了！我就说，裴先生高风亮节，怎么可能是他这种色胆包天的老东西？他一定是跟院长串通好来骗我。我就是裴景行，你们简直是执迷不悟。李青青，你真是愚蠢！江院长，看在你照顾我3个月的份上，我一再忍让，请你搞清楚，我是裴少明的未婚妻，你却和这个冒充少明父亲的人串通一气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李青青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真相？你打伤的是你的公公，你砸碎的是你的救命药。狗屁特效药！他就是下贱的流氓，无耻的骗子！江院长，你就是被他三言两语给欺骗了。我是骗子，知不知道？3个月前就得了胃癌。不可能，少明都告诉我，说我只是普通的胃病，根本不是什么癌症。那是少明不想让你担心。裴总对你良苦用心，他把你得癌症的事情告诉了我们，让我们时刻关注你的病情，而你竟然如此不知好歹。裴总对秦晋的真心，我们谁不知道？他怎么可能不告诉秦晋病情，告诉你们这2个老东西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多次好言相劝，你却次次颠倒黑白。你既然不相信我们说的，那就看看确凿的证据。小江，把他今天的检查报告拿出来，让他看个明白。好，这是你今天的检查报告。秦切，上面写你胃癌晚期。这是3个月前的确诊报告，还有这3个月来每一次检查报告。秦切，你不会真的得胃癌了吧？现在你该相信了吧？你放屁！今天少明口口声声告诉我说，我只是普通的胃病，只要喝了药就好了，绝对不是什么要死的癌症。宁宁，你去叫保安来，他们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我，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欺骗我的后果。好。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我这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告诉裴总。喂，裴总，裴先生，你个狗东西，还敢联系少明？裴总，裴先生，我爸怎么了？喂，我爸不会出事了吧？裴总，李小姐去找您父亲了，现在应该已经会合了吧？您不用担心，李小姐会照顾好裴先生的。不，他们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，江院长才会如此着急。张密，备车，我们去找他们。是。就是他们冲撞总裁夫人。我可是唯一能救你性命的人。
我又没病，你们一再谎称我得了癌症，敢这么咒我，等死吧！给我教训他们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！你们在搞什么？爸！等等，少明，你叫他爸，我没有听错吧？这个老色鬼，他怎么会是你爸呢？他就是我爸。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伤成这个样子？儿子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一切都是他们干的。裴总，您终于赶到了。李亲戚可是让保安下了死手啊！您再晚来一会儿，裴先生可能就坚持不住了。你们怎么敢对我爸下毒手？少明，这不是我的错，都是他在飞机上偷拍我，还不认错，不然我也不会教训他。裴总，琪琪说的都是真的。要是他告诉我们他是裴先生，我们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？因为不知道我是裴景行，你们就能随便打人造谣吗？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，明明是你们有错在先。裴先生不可能是偷拍的人，你们还在裴总面前给他泼脏水，你们看看裴先生的样子，你们的良心不痛吗？少明，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误会？我爸根本就不是你嘴里说的那种人，你都把我爸伤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有什么天大的误会？裴总，李金星这毒妇所做的可不止这些啊！你对我爸还做了什么？你不要听江院长胡说，都是因为误会，我才教训了他一下，其他的什么都没做。琴琴今天可是念叨了一天裴先生，他要是早告诉我们他是裴先生，琴琴孝敬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干这样的事呢？你们，我早告诉你们很多次我是谁，可是你们一次次否认我，一次次说我是个骗子。裴先生，您的身体现在太差了。爸，你先别说话，你先在这里坐着。爸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李琴琴，我爸说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对不起，叔叔，我错了，我应该相信您说的话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吧。做梦！离我爸远点，李琴琴，都是因为你，我爸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裴总，你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琴琴可是一心为了嫁给你，任劳任怨的，这短短3个月以内瘦了20斤呢。今天发生这个事情都是因为误会，不然我们不可能故意下这么重的手。以后还都是一家人，和气生财呀，裴总。你还给他戴高帽，李琴琴，你的暴瘦绝对不是因为你所谓的假惺惺付出，而是你生病以后不知道节制，作息混乱，才导致病情恶化，现在已经到了晚期。胃癌晚期，这不可能！少明，你亲口告诉我，我只是普通胃痛，不是什么癌症。这都是叔叔故意吓唬我的，对吧？吓唬你？少明，李琴琴3个月前的确诊报告和这3个月的检查报告，我已经让江院长给他看了，可他不相信自己生病了，还把这些报告都给撕了。你快告诉他，他究竟有没有生病？裴总，你那么心疼琴琴，她生病的消息，你不会不告诉她的呀？少明心疼你，才有意隐瞒。既然你只相信少明，现在他就在这里，让他亲口告诉你，好让你彻底死心。少明，我真的有胃癌吗？没错，李琴琴，你3个月前就确诊了胃癌，我就是太保护你了，才故意将这隐瞒，只告诉了我爸和江院长。你现在看看我爸和江院长，你对他们都做了些什么？少明，那是我不知情。不知情？我爸和江院长都把检查报告给你了，而你对我爸和江院长竟是如此的不信任，
还把他们生成这个样子。你知不知道，我爸爸这次回来，可是带着能救你命的特效药。特效药。你这是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活路！不，这都不是真的。秦姐，不可能！我亲手打碎了的特效药。秦姐，你别害怕，裴先生可是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，胃癌的特效药可是他研制的，他一定有办法救你的。只要你好好给叔叔认错，他一定可以救你的。对，叔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污蔑你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李贤姐，我多次警告你，摔坏特效药就是自取绝路，可你根本不听劝。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，我没办法救。裴先生，你是道德高尚的研究学者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他这一次吧。哼，你知道他摔碎的特效药有多珍贵吗？早带回了1分钟时间，就能多拯救一个人。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伤害了许多人。如此珍贵的药物，你根本就不配使用。不要啊！叔叔，你这次回来不就是想看我和少明结婚的吗？就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吧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做着飞上枝头做凤凰的美梦。我们裴家绝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进门。少明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不会不娶我的，对不对？李琴琴，就算我爸没有发话，我也不会娶你这样蛇蝎心肠的女人。少明，我们相爱这么多年，你不会抛弃我的，对吧？李琴琴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在我身边装的乖巧可爱，要不是我爸这次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你是如此狠毒的女人。怪我没有一开始就看清楚你。李琴琴，我儿子对你的真心，众人皆知，而你只是为了一心嫁入豪门，在我儿子面前都是装出来的样子。我没有装，少明，我是真的爱你。裴总，就算琴琴今天犯了错误，可是她这么多年一直对你细心照顾啊。一个女人的青春才有多少年，她可都给你了。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是有苦劳的。你不能因为今天这点误会，就抹去你们之前过去的所有啊。少明，你不会抛下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相信你。少明，这个女人在飞机上打伤了我还不够，我来到急救室，她再次看见我，还是不肯放过我，还让这4个保安殴打我和江院长。你可是看见了？对啊，裴总，你还心软什么？他让保安把裴先生欺负成这个样子，绝对不能放过他呀！裴总，都是他们命令我们干的，我们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对，就是那个女人说总裁夫人被骚扰，我们不能不动手啊！还没进裴家的门，就如此嚣张跋扈。要是真和少明结了婚，整个集团就要被这个女人给毁了。李琴琴，你居然还会仗势欺人！裴总，你可千万别听这些保安胡说，他们都上赶着巴结琴琴呢。如果不是你有意说你是少明的未婚妻，他们怎么会赶着去巴结你？我李琴琴，我们仅仅是定下婚约的关系，手下人就这么听你使唤。如果我真娶了你，是不是就像我爸说的，你还要吞下整个裴氏集团才肯罢休？李琴琴，我可真是小看你啊！不是我，少明，我没有那么想，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你，想嫁给你。都是他蛊惑我的，是他说叔叔不是裴景行，还把保安叫过来打了叔叔，都是他干的。什么？琴琴，明明是你自己要嫁入豪门，还死不承认他是裴先生。我好心帮你，你还把脏事泼到我身上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误会叔叔，
都怪你在我身边胡言乱语，他不得罪了叔叔，少明才不会娶我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嫁不进豪门的。好啊，姐姐，有好事的时候想不起来我，甩锅的时候都甩得挺爽快。我感觉嫁不进豪门。王宁，你这个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成为真正的豪门夫人了。叔叔给我带的特效药，我也安安稳稳的喝下，身体也不会有事。都是你看我打的这么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要闹了！不要闹了！张密，联系人事部，给他们发辞职信。裴氏容不下他们。是。人事部经理，给空姐李倩倩和王宁宁发正式的离职信。好。裴总，人事部那边正在计算赔偿金额，10分钟后，李晴晴和王宁宁就能收到正式的书面离职。裴总，这都是你们的家事，和我没什么关系，凭什么辞职我呀？刚才叫保安的恶毒嘴脸哪儿去了？敢殴打裴先生？裴总仅仅是辞退你，没有追究你们其他责任，还不快感恩戴德的接受？你们这种人不配留在裴氏。今天下午把东西给我收拾干净，混蛋！少明，你不能那么绝情吧？你就算不念在我们之间那么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念在我在裴家机场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也不能辞退我。对啊，裴总，我机场干了这么多年，为机场做了那么多贡献，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怎么能说辞退就辞退呢？你今天在飞机上的所作所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少明，必须开除他们。完了，这工作真没了。少明，你不能开除我，我还有胃癌，没了工作，我还怎么治病啊？张密，给他10倍的赔偿金。是。等等，等等，少明，不能给他赔偿金，不能被他现在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知不知道他们在飞机上可是和你们公司的副总联合起来殴打我？还有这几个保安，全都听他的一面之词。公司上上下下到底还有多少谄媚李晴晴的人？叔叔，你怎么能污蔑我呢？污蔑你？这4个保安都在这里，他们难道不是为了讨好你才来急救室殴打一个病人的吗？李晴晴，你太恶毒了！我没有。闭嘴！不想再听你的解释。张密，这4个保安一并开除。裴总，我们听说她是总裁夫人，是她让我们下死手的，我们只是机场保安，不敢不听呀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被这个女人给欺骗了呀。她让你们殴打一个重病的人，你们的拳头也丝毫没有留情。现在追究责任，你们竟然互相推脱。张密，让他们走。各位，请吧。张密，你回公司调查飞机上的监控，还有李晴晴的经济往来和业务。是。少明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就这么让叔叔污蔑我吗？等张密把流水拿过来，我爸的回忆有没有错，我就都清楚。爸，我会把公司那些臭臭都清理干净。我相信你，儿子。宁宁，我要出了事，你也跑不了，还不赶紧想个办法？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摆什么架子？就算出了事，也算不到我头上，自求多福吧。你这个贱人，我要出了事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钱副总。裴总，我听说您和李小姐在机场急救室，你们待了这么久，没什么问题吧？这是我的家事，不需要告诉你吧？裴总，您和李小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有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说清楚，没必要闹到公司去。公司现在你们俩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如果传到外界，恐怕影响公司的形象啊。张密才回公司没多少时间，钱副总的狗鼻子够灵呢。难道他私下和李晴晴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我爸今天才回国，被李晴晴平白无故揍了一顿。啊，裴先生。这不是飞机上那个人？怎么如此惊讶？不认识我了？在飞机上，
你下手可是很重啊！裴先生，我没见过您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少明啊，你们公司的人真是没有担当，一个个欺软怕硬，还不敢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。这肯定有什么误会。裴总，裴先生身上的伤很多都是在飞机上被打的，您可要调查清楚，给裴先生做主啊！裴总，要不您就调取飞机上的监控。裴先生非认定那个人是我没打人，这么大的祸我可不背啊！张密已经把视频发给我，还好我怕你亲戚连累我，早就派人把那段视频给删掉了。你们居然敢这么对我爸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裴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自己看清楚，你都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不可能啊！我明明派人把视频都删掉了。张密去调查黑匣子的时候，连同你的人抓了个人赃并获。一群没用的饭桶！少明，公司的副总手伸得如此之长，能够随意调取飞机上的黑匣子，你可要好好调查调查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会把这件事调查清楚。你这孩子就是太善良了，才会被这么多人利用。这次是整顿公司的好机会，一定要树立严格的作风。放心吧，爸，等我处理完全部事情，就把他们送去警局。裴总，我要是真进警察局，我就完蛋了。少明，我还有胃癌，我不能待在那里的。裴总，不过就是一场小冲突，你何必要小题大做？小冲突，裴先生是为了治病救人回来的。你们这群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把裴先生打成这样，在飞机上发生如此泯灭人性的事，还小冲突？少明，我们裴氏机场的工作人员要尊重顾客，而他们却个个贬低顾客，今天甚至还出手殴打我。如果不严惩他们，我们裴氏的风气何在？放心吧，爸，我会好好处理。裴总，全部调查清楚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笔的采购没有记录在内？财务说都是李晴晴上报的采购额，多年来他多次上报10几万的采购额，因为是你女朋友，没有人敢拒绝。近3个月，他仗着是您未婚妻的身份，采购金额达到了上百万。好啊，你之前在少明面前装得如此乖巧，私底下却用裴氏的钱随意挥霍。如果这次不是我回来，我还不知道少明的未婚妻居然是这样的人。李晴晴，我不是给你开了副卡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挥霍公司的钱？裴总，晴晴要是花了你的副卡，你不就都看见了吗？你要是看到晴晴买那么多奢侈品，你还会看得上这个嫌贫爱富的女人吗？王明丽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拿我不用的奢侈品拿去倒卖，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出卖我！哼，在飞机上还向我炫耀你的奢侈品包包，还说我们这些人的命不如你的一个小包包，竟然是这样的来历呀！竟然这么羞辱裴先生！裴先生研究的药物能拯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，你这么说裴先生简直是枉生为人。没想到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居然把金钱看得如此重要。张密，晴晴到底还干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？裴总，李晴晴的私人账户里还有大额的进账。什么？你偷偷背着我儿子和谁在勾结？你们简直太离谱了！放开我！我可是董事会认定的副总。裴总，说来说去，就是您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过就是失手打了您的父亲，可我也是董事会的人。如果再闹下去，怕是你我都不好看了。我就不陪你闹了，我先离开了。慢着，张密的证据还没有讲完，你为什么着急离开？既然你是董事会的人，李晴晴在公司的兴风作浪，也事关公司的利益，也得给公司一个交代吧。裴先生，我十分敬重你，今天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女人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！
再说了，这也是你们裴家的家事，我相信裴总能处理好自己的家事。我们裴氏机场这么大的公司，可不能出丑闻啊！钱副总，公司是裴家的，裴家的事就是公司的事，你跑得这么急，难道是心里有鬼？张密，说，到底是谁私底下和李青青勾结？裴总，我没有查到汇款人信息。裴少明啊，你个小兔崽子跟我玩还是太嫩了。裴总的手下如此办事不力，是让人看笑话的吗？既然裴先生认为这件事情是公司的事情，那我明天就把裴总未婚妻所有的事情上报董事会，裴总亲自和董事会解释吧。李晴晴，你最好现在交代清楚，如果你不把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只能把你和王宁宁送到警局去调查了。爸说的对，张密，等等，这都是他们的错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不要去警察局。你是哪里来的蠢货，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？这张卡里有50万，王宁宁，只要你把全部的事情交代清楚，我非但不会送你去警局，还能给你50万的奖励，孰轻孰重，你考虑清楚。王宁宁，你敢！裴总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给裴先生定制的飞机仪？王宁宁，那个仪器早就在飞机上去砸坏了，你提它干什么？那是少明委托李晴晴带给我的仪器，费时多年，耗资数亿啊！那是当然，裴总为了裴先生可是下了大手笔，可惜已经坏了，都是拜这2个女人所赐。裴总，他们2个说的都是假的，还是赶紧把他们2个送到警局吧。哼，你害怕什么呀？你是怕被裴总知道你从中挖了不少油水？裴先生，裴总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项目刚成立的时候，副总整天去秦秦身边，让秦秦在裴总耳边吹枕边风。王宁宁，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少明的事。胡说！我和李欣欣不过是见过几次面的关系，李欣欣可是裴总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如你所说？我整天跟秦秦待在一块儿，她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？裴总，难道不是秦秦给你介绍，说副总是科研人员，才让他去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？少明，王宁宁说的都是真的吗？爸，这是专门给你准备的科研研究项目，我确实是听李晴晴说副总有相关经历，才让他负责的。裴总，那你可是被他们给骗了呀！副总就是个技校出身，根本没碰过什么机器。他答应秦秦说，如果让他做项目负责人，挖到的油水分给秦秦一半。好啊，你的算盘居然在少明眼皮子底下打了这么多年。李晴晴，我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裴总，这个女人说的都是假的，你在血口喷人。我根本就没有说谎，你靠着秦秦的关系捞到不少油水，根本就不止这些。裴总，裴先生，他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二愣子，之所以能进董事会，那就是靠这些钱去打点的。钱副总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裴总，裴先生，你们不能听信这个女人的一面之词啊！她就是为了那50万信口胡诌的。我根本就没有胡说，我手机里有他们2个的聊天记录。你，我的手机！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把证据给销毁了？裴进行，我敬重你是诺奖的得主，一直给你脸，你可千万别给脸不要脸。少明，把急救室的监控调出来。我现在就给监控室打电话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虽然我不能销毁飞机黑匣子上的视频，但是监控室的人都是我的人。你这是在裴氏机场一手遮天呀！裴先生，说话别这么难听吧。明天回到集团，我和总裁还是好同事，有话好说。钱副总，你在集团有这么大的流水，迟早会被我们抓住你的狐狸尾巴。裴进行，我的每一笔汇款都是由我的手下汇出去的，你能查到什么？撑死了，也就是让他们做我的替死鬼。儿子，是时候了。
儿子，是时候了。我们接到举报，有人非法转移裴氏集团资产。我举报的，就是他们3个。带走。所有的证据都在这里。好的，请问谁是裴景行先生？我是。裴先生，您被殴打的视频我们收到了。您刚回国就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很抱歉。没事，只要你们能来，我就很安心了。那您好好休息。好。爸，多亏了您，我才发现钱副总和李勤勤居然背着我做了这么多坏事。小子，这都是为了咱们裴氏集团呐。喂，好的，我这就告诉裴先生。裴先生，最新一批的胃癌特效药已经运抵国内，您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好，好，事情终于圆满完成了。爸，辛苦您了，快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。好。